把时间倒回2018年，伦敦一间安静的治疗室，墙上挂着水晶，架上排著讲前世回溯的书，桌上放着一本写满名字的预约簿。一个名叫尼古拉斯·奥胡拉的催眠治疗师就在这里工作。白天，他引导客户闭上眼睛，往所谓的前世走；晚上，他记录自己脑中闪过的画面。而那一年，有一个字反复纠缠着他。他后来对媒体这样描述：流感这个字像跳针的唱片，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他的脑海，不是梦，不是联想，就是那2个字硬生生浮出来。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只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不安，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正在路上。他说他把这个字记进了笔记，也对身边的人提起过，当时没有人当一回事。2018年的世界正忙着别的事，贸易战、世界杯、英国脱欧吵得不可开交，谁会为了一个催眠师笔记本里的2个字停下来？这是他的说法，我们先原样记下来，不加油，不添醋。2年之后，2020年，新冠疫情横扫全球，武汉封城，邮轮停在港口进不了岸，机场一夜之间安静下来，封城、口罩停飞、边境关闭，全世界的日常在短短几周之内被整个改写。台湾人记得那年抢口罩的队伍，记得入境隔离14天的日子，那是一段整个世界一起补课的日子。我们重新学会洗手，重新认识病毒这2个字的重量。全世界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这么大的事，事前真的没有任何征兆吗？有没有人早就看见了？就在那个时候，英国与印度的媒体翻出了这位伦敦治疗师的故事。2018年，流感、灵视、不安，故事被登出来，一个称号就此诞生，从此跟定他，预言新冠的灵媒。而现在2026年，这个人又开清单了。元旦前后，英美多家媒体同步刊出他的年度预言，从一场冲击电网的危险事件，英国史上最热的夏天，到症状类似动脉瘤的神秘疾病，外星接触的揭露，一路排到好莱坞的官司与王室的丑闻，整整一长串。更引人注意的是接下来这件事，清单见报还不到72小时，柏林就爆发了自1945年以来持续最久的大停电，超过4万户人家陷入黑暗。预言圈立刻宣布，开年第1条中了。消息传进中文网络圈，标题又加了一层惊叹号，连台湾的论坛上都有人开始转贴他的完整清单。真的是这样吗？今天这支影片，我们把这份清单完整摊开，一条一条对照日历，对照新闻存档，认真算一次总账。在开始之前，先说清楚立场，我们不通灵，也不猎巫，他说过什么我们就转述什么，查得到什么我们就摊开什么。预言的说法归预言的说法，可查证的事实归可查证的事实，两本账分开记，一条都不跳过。先讲人，尼古拉斯·奥胡拉，英国人，住在伦敦，现年40岁上下。他的职业栏写的不是灵媒，而是催眠治疗师，更精确一点是前世回溯治疗师，靠引导客户进入催眠状态，回看所谓的前世记忆为生。这个职业在英国不需要医师执照，属于另类疗法的范畴，这一点先说清楚。根据他历年受访时的自述，他的能力开始得很早。17岁那年，他经历了一连串异常鲜明的画面。他看见自己是埃及的王后，是喜马拉雅山上的修女，是中国的绣娘，是非洲的巫医，甚至是一头狮子。他说，那不像做梦，更像是想起来，像有人把尘封的相簿翻开，一页一页全是他不认识却又无比熟悉的自己。几天之内，他做了一个大部分人不会做的决定，离开学校，转身投入催眠与前世回溯的训练，从此以此为业。至于预言，他描述自己的灵视是这样运作的，画面会自己来，有时是一个字，有时是一幅景象，有时只是一种强烈的情绪。他把这些片段记下来，年底整理成清单，交给媒体。他不摇水晶球，不排星盘，他的招牌就是这些自称不请自来的画面。在伦敦，他同时经营治疗室的生意，也出书、受访、经营社群，把灵视、催眠、前世、回溯打包成一个完整的个人品牌。要理解接下来的故事，
这个背景很重要。对他而言，年度预言不只是兴趣，更是这个品牌一年一度最大的曝光档期。像百货公司的周年庆，这不构成任何造假的证据，但他诚实地解释了动机，清单必须够长、够广、够有画面感，才撑得起这个档期。以上这一整段，他的童年、他的前世、他的灵世，全部来自他自己的叙述，没有任何办法对证。我们原样转述，不加一分，也不减一分。因为这个频道的规矩你知道，他的故事是材料，能查的记录才是证据。那么接下来就是可以查的部分，那个让他成名的2018年预言，白纸黑字的记录究竟长什么样子？翻检目前找得到的公开报道，大宗的媒体存档集中在2020年之后。印度媒体英国的国际财经时报在2020年底到2021年初的报道里转述了他的说法。2018年，流感这个字不断出现在他的灵视之中，他因此认定2020年前后会有一场席卷全球的疾病。请注意这个时间差，在流传版本中，预言发生在2018年，但大量可以点开来看，可以存档比对的报道出现在疫情已经爆发之后。这不代表他说谎，他也许真的在2018年就对身边的人、对他的客户说过这些话，但从查证的角度看，事前留下的公开记录和事后接受采访的回述，证据等级完全不同。前者像盖了邮戳的信，寄出日期抵赖不掉；后者像凭记忆重写的信，内容再诚恳，日期栏是空的。这里可以拿另一个案例当对照组，美国灵媒席威亚布朗在2008年出版的书里白纸黑字写过，2020年前后，一种类似严重肺炎的疾病将传遍全球，攻击肺部与支气管，抗拒已知的治疗。疫情爆发后，这一页被疯狂转传，因为书是2008年印的，签字摆在那里，邮戳清清楚楚。你可以质疑他那本书里其他预言的准确率，但你没办法质疑这一条的时间点。奥胡拉的流感灵视恰恰缺少这样一页。目前公开可查的材料里，我们没有找到2018年当时的报道、贴文存档或出版品，能证明他在疫情之前就公开说过这件事。这是本集第一个必须诚实标注的问号，也因为这个问号，接下来的每一条账，我们都用同一把尺来量。他在什么时候说的？媒体在什么时候登的？事情在什么时候发生的？3个日期缺一不可。有观众可能会问，会不会他当年发过贴文，只是后来删了？有可能。但网络时代有个东西叫时光机存档，重要网页会被第三方备份。各国记者在2020年疯狂寻找疫情预言的那几个月，如果真的存在一则2018年的公开贴文，它几乎不可能不被挖出来放上头条。它没有出现，沉默不是证据，但沉默有重量。在账本上，这一条只能先继承来源，本人事后自述佐证暂缺。顺着这把尺，先重新检验那笔招牌命中本身，因为如果连他都经不起放大镜，后面就不用谈了。很少人注意到一个细节，他看见的字是流感，而新冠严格来说不是流感。新冠病毒属于冠状病毒家族，流感是流感病毒，两者是病毒学上完全不同的谱系。这在2020年是每个卫教单位都在反复澄清的常识。也就是说，就算我们完全采信流传版本，他在2018年看见的也不是新冠这个名字，而是一个方向近似的模糊讯号，某种呼吸道疾病，某种大规模疫病正在靠近方向。对了，名字错了，这样算全中还是半中？不同的人会打出不同的分数。有人会说，灵视本来就是象征性的，抓到流感就等于抓到瘟疫。也有人会说，如果名字可以不用对，那预言和猜谜的界限在哪里？我们不替你打分数，但账必须这样摊开来记，因为这一笔是他整座招牌的地基。再看这块招牌的复利效应，从2020年底开始，每年12月到隔年1月，英美媒体固定刊出他的年度预言，标题公式6年不变，预言新冠的灵媒，警告明年将有大事。2021年，他上了国际财经时报，预言川普陨落、神秘疾病、王室风波。之后每一年换一批条目，不变的是那个头衔，
一笔6年前的邮戳存疑的命中，被同一批媒体重复兑现了6次流量，他不需要再说中任何一条，那8个字就足以让他年年占据版面。平心而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发明，这是寓言产业与点阅经济常年合作的商业模式。灵媒提供故事，媒体提供放大器，读者提供点击，三方各取所需。而每年1月，当中文世界的内容农场把这些英文报道翻译过来，加上更耸动的标题时，这条产业链就顺着海底电缆一路铺到了我们的手机荧幕上。所以当你在台湾的新闻网站看到预言新冠的灵媒这几个字，你看到的不是新闻，是一条运转了6年的生产线的最末端。那么它的成绩单究竟如何？先看命中栏，也就是媒体年年引用帮他镀金的那几笔。第一笔当然是新冠，刚刚讲过了，流传版本的招牌。第二笔川普，他曾表示看见唐纳川普在2020年的选举中落败，开票结果川普确实输给了拜登。公平地说，那是一场全世界民调机构都预测拜登领先的选举，压川普落败，与其说是天启，不如说是主流判读，但他确实压对了，这笔记在命中栏没有问题。第三笔还是川普，几年之后他又看见川普重返白宫，2024年川普真的赢回总统大位，这一笔也被美国媒体点名表扬。第四笔哈利与梅根，他在2021年初的预言里提到这对夫妻会卷入丑闻风暴，结果那一年3月，二人接受欧普拉专访，指控王室成员对混血后代的肤色说三道四，一席话震动英国，成为当年最大的王室新闻。但这一笔值得多看一眼，他做出这个预言的时候，哈利与梅根刚脱离王室搬到美国，正是全世界曝光度最高，小报天天堵在门口的夫妻。那个时间点预言他们卷入风暴，就像预言台北的夏天会讨论台风假，不是不准，是门槛太低，低到几乎不可能落空。命中也分含金量，一条预言的价值不在它有没有中，而在它敢不敢把细节写死，日期、地点、名字写得愈死，命中愈值钱；写得愈松，命中愈廉价。这个原则等下对账的时候会一路用到。单看这4笔，成绩亮眼得吓人，难怪媒体爱他。但现在翻到账本另一面，失准栏很少有人帮他整理的那一面。同样在2021年的预言里，他说会出现一种神秘疾病，让各国措手不及。那一年没有出现任何对得上号的新疾病。同一份预言里，他还说他看见川普的陨落，声势崩塌，一蹶不振。结果呢，这位被预言陨落的人3年后重新当选美国总统。注意，这里出现了一个关键细节，川普败选，他说过；川普陨落，他说过；川普回归，他也说过。两头都压过的预言，媒体只引用压中的那一次，压错的那一次安静地从回顾文章里消失。这一招在预言圈有个行话，叫双面下注。时间拉得够长，任何政治人物都会经历起与落，只要在不同年份分别压过涨和跌，总有一次会被引用。回顾文章的作者不是共犯，他们只是懒得往前多翻2年的存档，而这份懒正是预言家最可靠的队友。更值得玩味的是，那条神秘疾病2021年出现过一次，没中，没有道歉，没有收回，然后他在2026年的清单上又出现了一次，只是这次多了一个新细节，症状类似动脉瘤，同一张牌可以连打好几年，只要有1年碰巧对上，回顾文章就会把它写成神准。之前落空的版本不会有人记得，这不是指控，这是记录。把命中与失准并排放在同一张桌上看，才是完整的尼古拉斯·奥胡拉。他确实有几笔漂亮的记录，也确实有同样多，甚至更多被时间默默冲走的失准。如果你想自己验证这一段，方法很简单，搜寻他的名字，加上任何一个过去的年份，把当年刊出的预言原文找出来，再对照那一年的大事记，逐条打勾或打叉。做这件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最花时间的不是打勾，而是找回那些预言原文。因为落空的清单往往连当初报道他的媒体都懒得留下完整存档。
命中被装框挂在墙上，失准被碎纸机处理。这就是预言留在网络上的样子。好，现在打开今天的主角，2026年的完整清单。这份清单刊出的时间点非常清楚，2025年12月底到2026年1月2日之间，英国的地方媒体雅虎新闻以及几家美国网媒陆续刊出，内容大同小异，来源都是他本人的受访。换句话说，这不是各家媒体各自挖到的独家，而是同一份受访内容的10几种改写，10几家媒体，一个消息源，看起来铺天盖地，源头只有一个人，一张嘴，声量和证据是两回事。以下每一条都是他的说法，我们逐条转述，先忍住不评论。第一条，一场危险的风暴事件可能冲击电网，他描述自己看见的画面是电火花乱飞，然后一片黑暗。第二条，英国将迎来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热浪一波接一波，严重到全国需要限水。这条有背景，2022年7月，英格兰东部测出 40.3 度，是英国史上第一次突破40度，所以最热夏天在英国不是天方夜谭，是有潜力的轨道。而且英国气象单位早就警告过，在暖化趋势下，高温记录被刷新只是时间问题。换句话说，这一条就算中了，也得先扣掉科学界早已给出的底牌。第三条，地震与火山活动明显升高，他点名了土耳其、希腊、太平洋地区与亚洲。听到太平洋与亚洲，台湾的观众很难不多想一秒，我们就住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而且大家都还记得2023年2月6日土耳其那场规模 7.8 的世纪强震。这一条先按住，后面谈到基准率的时候再回来处理它。顺带一提，光是2024年4月3日花莲那场规模 7.2 的强震，就足以提醒我们，地震带上的居民不需要灵媒提醒，也知道要把防灾包放在门边。预言地震带会有地震，就像预言台北会塞车。第四条，国际旅行的禁令与限制增加，各国边境管制收紧。这条有现成的轨道，疫情之后，各国的签证与入境审查本来就一路收紧。欧洲新的电子旅行许可制度G2年分阶段上路，边境变严是进行式，不是预言式。第五条，就是那条回锅的神秘疾病，这次的版本是症状类似动脉瘤，没有病名，没有地区，没有时间。第六条，青年主导的抗议潮在多国爆发，这条同样有既有的浪头。清单刊出前几个月，2025年，尼泊尔、印尼、马达加斯加接连爆发由 Z 世代主导的大规模街头运动，有的甚至直接撼动政权。青年上街，在他开口之前，早已是全球新闻的固定栏位。第七条，关于外星人与幽浮接触的揭露，这一条特别热闹。因为流传已久的88万家预言同样把外星接触压在2026年，2个名字在年初的新闻里撞在一起，互相抬轿，标题一个比一个耸动。第八条，好莱坞将出现一波诽谤官司潮。他说他看见诽谤这2个字悬浮在好莱坞的招牌旁边。这条也有背景，2022年强尼戴普与安珀赫德的世纪诽谤官司之后，名人互告已经成了好莱坞的日常戏码。同一条里他还说，人工智慧生成的电影与影集将在这一年开始成为主流。第9条，名人运势，他看见安吉丽娜·裘丽带着一圈光走上舞台，解读为她将高调复出，碧昂斯则会迎来新的开始，享受更多的独处。至于什么叫新的开始，什么算更多的独处，清单没有注解。第10条，体育，威尔斯将在6国赛封王，并且是在决赛中击败爱尔兰。第11条，英国政治，改革党的支持度将继续上升。第12条，王室再爆丑闻，考虑到安德鲁王子的头衔风波，在2025年秋天才刚把白金汉宫搅得天翻地覆。这一条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惯性定律。12条摆开，涵盖天灾、疾病、政治、体育、影剧、王室，从电网一路排到碧昂斯的独处时光，范围之广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记住的特征。也顺带记住这些条目的语言质地，有的有数字，有对象，例如威尔斯与爱尔兰，有的只有形容词，
例如危险、神秘、更多。等一下你会看到这2种质地的条目，命运完全不同，写的具体的正面撞上现实，写的模糊的永远立于不败。另外补一个观察，这批报道的标题全部把重点放在危险事件与神秘疾病上，因为恐惧是最好的点阅引擎。至于威尔斯夺冠这种可以被打脸的具体条目，多半被塞在文章最后一段，恐惧上标题，具体埋文末。媒体比谁都清楚哪些条目安全，哪些条目危险。这个编排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预言了，它预言了哪些内容会被记住。清单见报，日历翻页，然后1月3日到了，这一天发生的事不是预言，是新闻，每一个细节都有据可查，你现在就可以自己搜。2026年1月3日清晨6点左右，柏林西南边的利希特费尔德区泰尔托运河上的一座电缆桥起火，火不是天上来的，事后调查确认有人蓄意纵火。5条110千伏的高压电缆，10条10千伏的中压电缆被烧毁，电力公司被迫切断整个区域的供电，超过4万户家庭，约2000家商户瞬间断电。那是柏林的隆冬，室外温度贴着冰点，暖气停了，电梯卡住了，红绿灯灭了，商店拉下铁门，医院的加护病房靠着发电机硬撑，居民在临时据点排队帮手机充电，电车停驶，学校停课，面包店在门口用纸板写着只收现金。一座习惯把秩序当作空气的城市，突然发现秩序原来挂在几条电缆上。而在几千公里外的台湾，这则新闻多了一层含义。我们对电网的脆弱，对大停电的记忆一点都不陌生。那种红绿灯全灭的路口，我们自己就走过。2017年8月15日，一个电厂的操作失误，让全台湾600多万户轮流停电。2022年3月3日，又一次500多万户停电。这门课，台湾人修过的学分不比柏林人少，所以柏林人那4天的焦躁，我们不需要翻译。抢修不是1天2天，这场停电整整拖了4天才全面恢复。德国媒体给了它一个历史定位：柏林自1945年以来持续最久的大停电。然后是追凶，网络上出现一封署名火山团体的犯案声明，这是一个极左翼破坏组织的名号。声明里把攻击说成对科技园区的抗争，但几天之后，另一批同样使用这个名号的人出面切割，说那不是他们做的，真真假假，搅成一团。1月6日，因为涉及恐怖组织罪嫌，案件从柏林警方手上移交给检察总长。1月27日，德国当局祭出100万欧元悬赏缉凶，柏林市长对着镜头定调，这是危及人命的恐怖行动。一场停电从市政新闻升级成国安事件，德国政府随后宣布加强巡逻关键基础设施，整个欧洲的电网防护都被这把火照出了缺口。好，事件讲完了，现在把预言和事实并排放好，开始对账。他在清单第1条说的是一场危险的风暴事件，冲击电网，电火花乱飞，然后一片黑暗。柏林发生的是一场纵火攻击，冲击电网，电缆桥在凌晨烧出火光，然后半座城市陷入黑暗。画面对上了，电火花、黑暗、电网3个关键元素全部到位，而且发生在清单见报后的第3天，时间近的让人起鸡皮疙瘩。难怪预言圈瞬间沸腾，外媒的社群账号底下全是开年就中的留言。必须说清楚的是，把柏林停电和这份清单连在一起的是预言社群和几家小报的后续操作，不是德国的调查单位。检方追的是纵火犯，不是预言家。官方文件里没有一个字提到伦敦那位治疗师，这个连结是舆论自己焊上去的。顺带说明，所谓第1条也不是他自己排的序号，各家媒体转述时的排列不尽相同，是社群在对账时把电网那一条排到了第1位，因为它最先应验，也最有画面。清单的顺序同样是事后建构的一部分，但是成因对错了。他说的是风暴，是天灾，柏林是纵火，是人祸，是刑事案件，现在还在通缉犯人，这中间的差距不是小数点，是类别错误。还有3件事必须诚实记在账上，他没有指明柏林，
没有指明德国，甚至没有给出任何月份。为了公平，我们把判定原则说死，一条预言要算全中，需要3件事同时成立：事前有记录，内容有特指，事件有对应。柏林这一条第一项成立，清单确实刊在事发之前，这点无可挑剔。第二项不成立，没有地点，没有月份，连成因都说错。第3项半成立，画面对得上，类别对不上，3项里拿1项半。于是这一条的判定就看你用哪一种记账法。预言圈与部分外媒的流传版本里，这叫开年记中第1条入袋。严格的记账法里，这最多算半条，画面命中，机制错误，范围模糊。而且还有一个更冷的问题，必须问出口，如果今年没有柏林呢？欧洲每年冬天都有风暴扫断电线，美国每年都有电网事故，全球随便哪一国来一场大停电，是不是也都能拿来对这一条？不用回到10年前，就在清单刊出的前1年，2025年4月，西班牙与葡萄牙才发生过一场史无前例的全国大停电，整个伊比利半岛瞬间断电，机场停摆，地铁疏散，数千万人受影响。如果这份清单早1年发布，那一条电火花与黑暗一样会被宣布命中。同一句预言可以无缝套进任何1年，这才是真正该让人睡不着的地方。话说回来，也要公平，开年第3天就出现一场规模罕见、写进历史的电网事件，这个巧合本身确实给了这份清单巨大的声量，也给了标题那个问号存在的理由。毕竟几率低不等于几率0，巧合愈罕见就愈值得记录，这正是我们把它完整摊开的原因。2种记法都摊在这里了，你可以自己选一种，但选之前请把剩下的11条也看完，因为清单剩下的部分藏着一个很少人提的坏消息，有1条其实已经开奖了，而且没中。第10条，威尔斯在6国赛决赛击败爱尔兰夺下冠军。这一条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出在常识，6国赛根本没有决赛这种东西，6国赛是循环赛制，英格兰、法国、爱尔兰、苏格兰、威尔斯、意大利6支队伍各打5场，积分最高的封王。最后一轮因为赛程密集，被球迷叫做超级星期6，但那是最后一轮，不是决赛。一个把冠军压在威尔斯身上的预言，却先在赛制上露了馅，行家一听就皱眉头，就像有人跟你说他预见了台湾职棒总冠军赛的点球大战，你不用等比赛打完就知道这位先生对这项运动有多陌生。第2个问题出在比分，2026年的6国赛3月中旬全部打完，冠军是法国，成功卫冕。最后一轮在巴黎以48-46惊险击败英格兰，94分的疯狂比赛载入史册。爱尔兰没有站上他预言的那个位置，倒是拿下了3冠王荣誉。那威尔斯呢？威尔斯整个赛事只在主场以31-17赢了意大利1场，最后连续第3年垫底，抱走象征最后1名的牧池。预言说的是冠军，现实给的是倒数第1名。这一条干净利落，没中，而且已经无法翻案。这是整份清单里第1条被完整证伪的预言，时间比大部分人以为的都早，3月就发生了，只是没有任何一家当初刊登清单的媒体回头写过这件事。这个沉默本身就是本集最好的教材，命中会被写成10篇报道，失准连1则更正都等不到。再来看还没开奖的第2条，英国史上最热夏天。这一条有明确的开奖日，等9月，英国气象局公布整个夏季的统计数据，平均温、极端值、雨量，数字会说话，中就是中，没中就是没中，这是整份清单里最干净、最可验证的1条。第3条，地震与火山。麻烦在基准率，环太平洋地震带每1年都有地震，土耳其与希腊本来就是地震活跃区，要判定明显升高，得拿全年统计去跟历年平均比，不能等到哪里摇了一下，哪座火山冒了烟就喊中。第5条，类似动脉瘤的神秘疾病，没有病名，没有地点，没有时间。这一条在逻辑上永远无法开奖，因为它连怎样才算落空都没有定义。第6条，青年抗议潮。这几年从欧洲到亚洲，街头运动本来就没停过，门槛在哪里，
他没说。第7条，优浮揭露。美国国会这几年听证会一场接一场，前情报官员的爆料隔三差五上新闻，但怎样才算他说的揭露，同样没有标准。第11条，改革党支持度上升，民调数字每周都在浮动，这种条目几乎不可能不中。第8条，好莱坞诽谤官司可以等年底统计诉讼数量，但多少件才算一波潮？没有门槛。同一条里的人工智慧电影倒是可以观察串流平台上 AI 生成内容的占比，影展的参赛规定，片尾字幕里的工具名单，年底都查得到。只是主流2个字的门槛划在哪里，仍然是他说了算。第9条，安杰丽娜求力复出，只要她出席任何一场首映，宣布任何一部新片，都能被算成命中。碧昂斯的新开始与独处，更是怎么解释都通。第12条的王室丑闻，以英国小报的产能，这条大概撑不过几个月，就会有人宣布应验。至于第4条的边境管制与第6条的青年抗议，几乎可以预先写好应验新闻的模板，只要世界照常运转，他们就会如期中奖。看出模式了吗？整份清单12条可以被明确证伪的屈指可数，其中1条已经倒在威尔斯的木石上，1条要等9月的气象数据，其余的大多数要么没有期限，要么没有定义，要么本来就年年发生。这不是巧合，这是这一行的写作技术。一份写得好的预言清单，就像一张设计过的乐透彩券，少数几格写死的号码负责制造可信度，大片模糊的空格负责保证不输，而读者的目光永远只会停在中奖的那几格上。所以下一次再看到某某灵媒12条预言已中8条这种标题，你可以先做一件事，数一数那8条里有几条是写死了日期与地点的，答案通常会让你冷静下来。讲了这么多冷水，也该把另一边的论点摆上来，这才叫并列。相信他的人会说，就算邮戳存疑，一个人连续多年把疫病、选举、王室风波这些方向抓个8、9不离10，几率上仍然说不过去。就算条目模糊，柏林停电发生在清单见报后第3天，这种时间上的贴合，统计学再怎么解释，听起来都像辩护。这些话有它的重量，我们不回避。但反过来的问题同样有重量。全世界每年发布年度预言的灵媒、占星师、风水师成千上万，条目加起来以10万计。就算每个人都纯粹乱猜，光靠数量，每年也必然有人猜中几条大事，而媒体只会报道猜中的那几位。你看到的神准，可能是天赋，也可能只是10万分之一的幸存者，刚好站在镜头前，从观众的位置看过去，这2种情况一模一样，无法分辨。这才是预言最深的困境，它无法被证明，也很难被彻底否证，永远悬在信与不信之间，而悬着恰恰是它最赚钱的状态。顺带一提，科学界不是没有测试过通灵能力，过去几十年，各国实验室做过大量受控实验，让自称有能力的人在排除线索、排除巧合的条件下重复表现，结果一路下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严格条件下稳定证明自己。美国曾有基金会悬赏100万美元，公开征求任何能通过双盲测试的超能力者，几十年间报名挑战的人数以千计，直到活动落幕，奖金一次都没有发出去过。这不代表灵能一定不存在，但它至少说明一件事，每一个真正站上实验台的预言家，最后都输给了同一个对手——几率。讲到这里，终于可以回答那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记得命中，忘记失准？心理学研究这件事研究了快100年，答案不止一个。第一个机制叫选择性记忆，大脑天生对惊奇的事印象深刻，对落空的事自动降噪。他说中新冠这个故事太震撼，你会记10年。他说错2021年的神秘疾病，这件事毫无戏剧性，你当天就忘。记忆的仓库里，命中被放在展示柜，失准被丢进地下室。第二个机制叫散弹枪效应，一次开出12条，涵盖天灾、政治、体育、影剧，就像一把散弹枪朝着新闻年历开火，只要中2、3条，回顾文章就有材料可写。没中的那9条，没有人会逐一验尸，
第三个机制是基准率盲点。每一年，地球上都有大地震，都有热浪，都有政治丑闻，都有名人复出，也几乎都有某个地方大停电。把年年必然发生的事写进预言，命中率天生就有地板，根本不需要天眼。统计学家早就替这种现象取过名字，叫大数法则的魔术。只要事件够多，观众够健忘，奇迹就会准时出现。真正稀有的不是有人说中大事，而是有人敢在说错之后把错误表框挂出来。第四个机制是模糊语言的魔力，心理学叫巴纳姆效应。1948年，心理学家佛瑞给班上每个学生一份所谓量身定做的性格分析，学生平均打出高分，直呼神准。结果全班拿到的是同一份，内容全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空话。你有时外向，有时需要独处，你有尚未发挥的潜力。听起来熟悉吗？碧昂斯会迎来新的开始，享受更多独处，就是同一种句型。佛瑞那份假分析的原始素材，据说有一部分就剪自报摊上的占星杂志。70多年过去，这个实验在世界各地被重复过无数次，结果惊人的稳定。只要你相信这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再空泛的描述，大脑都会自动对号入座。预言清单利用的是一模一样的机制，只是把量身打造换成了神秘天赋。巴纳姆这个名字来自19世纪美国的马戏团大亨，他的名言是每分钟都有一个容易上当的人诞生。心理学家借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效应，本身就是一种提醒。第五个机制是事后回溯。还记得开头那个邮戳问题吗？2018年的流感零式大量见诸报端，是在2020年之后。人类的记忆不是录影带，是重新剪辑过的纪录片。疫情爆发之后，回头讲述2018年的预感，细节会不自觉地向已知的结局靠拢，愈讲愈准，愈讲愈完整。这在记忆研究里有个名字，叫后见之明偏误。说的人往往真心相信，这才是他最难防的地方。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让受试者在事件发生前写下预测，事件结束后再请他们回忆自己当初写了什么。结果大多数人回忆出来的版本都比白纸黑字的原稿更接近真实结局，连普通人回忆上周的想法都会走样，何况隔着一场世纪疫情回忆6年前的零式。白纸黑字之所以珍贵，正因为记忆太会自我修图。最后一个机制最现实，媒体的激励循环。预言新冠的灵媒，这8个字是点阅保证。于是每年12月底，同一批媒体固定刊出他的新清单，标题永远挂着那场6年前的命中，从来不挂他历年的失准率。说错100次的灵媒没有新闻价值，说中1次的灵媒可以被引用10年，这叫幸存者偏差。活下来的预言家不一定是最准的，而是最会被记住的。台湾的观众对这一套其实一点都不陌生。庙里求来的名牌，中了1次会被讲10年，没中的那几十次，隔天就没人提起。彩券行的墙上只挂中奖的彩单，从来不挂杠规的那一叠。电视上的老师讲对1次大盘转折可以吃10年，讲错的那些预测连节目重播都会剪掉。尼古拉斯·奥胡拉的清单和那面墙运作的是同一套人性，差别只在于那面墙贴在巷口，这份清单贴在全世界的新闻网站上。而如果把镜头再拉远，这套人性有几百年的族谱。诺斯特拉达姆斯的4行诗写的云山雾罩，500年来每一场大事之后都有人回头从诗里挖出对应的句子。但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一件事，从来没有人靠这些诗在事前躲过任何一场灾难，全部的神准都是事后追认的。88万家的案例更微妙，这位保加利亚的盲眼婆婆1996年就过世了，可是将近30年过去，每年挂在她名下的新预言还在源源不绝地出炉，从外星接触排到世界末日。查证机构一再指出，这些条目绝大多数找不到她生前留下的任何文字或录音。邮戳问题比奥胡拉严重得多，却丝毫不妨碍她年年霸榜。看出来了吗？预言的流行程度和世界的焦虑程度成正比。战争、通膨、人工智慧、极端气候，未来愈是看不清，人就愈想找一双自称看得清的眼睛。预言家贩卖的从来不是未来，
是确定感，是在一个失控的世界里假装还有剧本的那份安心。这也是为什么越是动荡的年份，清单愈长，标题愈耸动，而我们愈舍不得划走。说到底，连你现在正在看的这支影片也是这条食物链的一环，差别只在于我们选择把两本账都摊开，让你看见命中也看见失准。这不是清高，是这个频道对观众唯一拿得出手的诚意。所以总账算到这里，两本账簿各自写出什么可以合上来看了。账本一，预言的说法。2018年他看见流感2个字，2年后世界大疫。2026年他看见电火花乱飞，然后一片黑暗。清单见报后第3天，柏林真的按了4天，放在一起看，戏剧性十足，像一部写好剧本的电影。难怪全世界的媒体买单，难怪标题可以挂上那个问号。账本2，可查证的事实。2018年的预言缺少事前的公开存档，邮戳是空的。柏林停电，画面吻合，成因错误，范围模糊，严格说只能算半条。威尔斯那一条已经被48-46的冠军战和一只木石牢牢钉死在失准栏，剩下的条目多数连开奖的条件都不存在。两本账没有一本能单独代表真相，但只看其中一本的人注定会被另一本吓一跳。接下来的日历上还定着几个时间点：7月、8月看英国的热浪与限水新闻；9月英国气象局的夏季数据出炉，最热夏天那一条见真章；年底好莱坞的诉讼统计，地震与火山的全年数字，串流平台上的 AI 内容占比可以摊开来比对。而那条没有日期、没有病名、症状类似动脉瘤的神秘疾病，像一张没有到期日的支票，安静地躺在清单中段，等着某一天被某个新闻兑现，或者永远不被想起。如果秋天过后，清单上又有一条被划上钩，流传版本会再添一笔神迹。明年1月，他的新清单会登上更大的版面。如果一条都没中，也不会有任何一篇报道帮他结算。这门生意的规则就是如此，他只需要赢一次就能被记住一辈子，他输掉的每一次都没有人在场。那么这种清单到底该怎么看？其实不难，把它当成一面照自己的镜子，而不是一扇看未来的窗。看到预言，顺手记下日期；看到应验的标题，回头找当初的原文，逐字比对；看到神准的回顾，多问一句：失准的那些条目去了哪里？你不需要急着相信，也不需要急着嘲笑，你只需要记账。因为预言家的天赋也许永远无法验证，但一份清单的命中率永远可以。这一集我们替2026年的这份清单建好了账本的前半。第1条，半中，账面有争议；第10条，确定没中；其余10条，开奖日从9月一路排到年底。还有几条永远等不到开奖日。账本的后半要靠接下来的新闻来填，我们会盯着，账本不会说谎，时间也不会，清单还开着，日历还在走。下一次停电，下一波热浪，下一则丑闻跃上头条的时候，你会想起这份清单里对应的那一条，还是会想起被木石钉住的那一条？答案是哪一个？决定的从来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你的记忆。而2026年才刚走到一半。